川普又赢了。4月29日的伟大100天庆功集会上，特朗普骄傲宣称，自他上台后美国弹价下降87%，边境安全最大改善，制造商蜂拥而至。最后他说恭喜美利坚，等到这一天。但多份民调显示，川普的百日支持率创下70年来最差纪录。连一向通共的福克斯新闻也写道，超50%的人对物价关税外交严重不满。5月1日，几经波折的美乌矿产协议正式签署。签约当天，美国发言人宣布将不再担任俄乌谈判调解人。2号，白宫官宣将于国庆日举行大阅兵，当天刚好也是特朗普生日。而上次华盛顿阅兵还是纪念海湾战争结束。一片混乱中5月12日，中美发表日内瓦会谈联合声明，停止关税互价游戏，重启经贸谈判。大家好，我是越减越肥的星辰。是的，特朗普上台100天了，这活真就没一点创作瓶颈。海湖庄园高尔夫夺冠，还自称国王，披个王冠。这不，趁教皇去世，甚至 AI 绘图自个儿加冕教皇了。但你光整活折磨 UP 主也不算 KPI 呀，成绩呢？百日新政真如董王所说大赢特赢吗？为啥此前傲慢的将关税加到240%的川普会突然转弯对东大妥协呢？转发加点赞，这就是治国，听百大总统说。We will fight, and we will win. I'm going to do it, Mom. What president ever talks like that?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Donald Trump has got to go. Hey. We will not be silenced. Our golden age has only just begun. 先给川普做个百日工作小结。虽然平俄乌、省开支、一通胀、加关税、兴美国一件那没干成日思夜想的电话呢，始终都没响起。解雇鲍威尔更是不敢再提。但你要说他啥也没干，那肯定不对。第一个100天，川老师平均每天发帖17条，相比 1.0 时代每天5条的成绩，堪称自媒体小达人。另外，他还签署了142项行政令，比里根到拜登的百日行政令之和还多。更牛的是外交，川大统领一声新保守革命的炮响，为西方左派送来了胜利。请把冲上打在弹幕上。点中点如加拿大特鲁多的自由党执政10多年，不仅把物价搞起飞，还将加拿大干成印度人最宜居的城市。各种三哥海滩拉屎的新闻频频骂上热搜，让自由党支持率惨到不足20%。2025年1月，特鲁多在内忧外患下辞职。雪上加霜的是，今年正赶上大选，此时偏右翼的保守党皮皮支持率一度达到碾压的40%。按理说，属于星辰我上我也行。嘿，您猜怎么着？川普上台后张口闭口呢就要吞加拿大让这地儿爆发了史上第2猛的反美情绪。你要问第1猛是啥时候，那就得问白宫为啥叫白宫了结果加拿大对特朗普的恐惧居然超过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于是人厌狗嫌的自由党突然起死回生，支持率从落后20%原地起立，花式吊打保守党，完成翻盘。更搞笑的是，小特朗普皮皮连自己选区都丢了，只能靠党内同仁让位才能继续留在国会。一模一样的剧情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就问你牛不牛？为此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儿——特朗普效应。这下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都恶心你。嗨，搞这么多幺蛾子，也难怪特朗普2.0的百日支持率倒数第2。那倒数第1是谁呢？8年前的特朗普。好消息是，川老师并不这样认为。Do you think the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gone down under your presidency? No, I think it's gone way up, and I think we're a respected country again. We were laughed at all over the world. We had a president that couldn't walk up a flight of stairs. You knew it, I knew it, and everybody knew it, but you guys didn't want to write it because you're fake news. All right. Thank you. And by the way, ABC is one of the worst. I have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ank you. 咱们再聊省钱的事儿。经常当总统的都知道3月川普以冻结经费为由施压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整改。
包括抑制校园反犹活动、禁止学生抗议戴口罩、允许警方进入学校逮捕学生。很快，各大同意了其中9项，结果呢，转身2.5亿联邦资金还是被砍，并收到更多丧权辱校新条件。毕竟在川老师看来，你现在让步了，说明还有更大让步空间嘛。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呢，原本跪了的哈佛被迫站起来硬刚。这不，5月2日，川普指示国税局剥夺哈佛大学免税资格，称这是活该。这一波对高校断粮，成功让美国教育支出力省120亿。你别管后果多严重，你就说省没省钱嘛？这还不够。根据5月白宫公布的预算提案，2026年预算仅1.7万亿美元，比去年减少1630亿。至于减了哪些呢？除了上面砍的教育经费外，还有航天局预算从248亿减到188亿，国际空间站预算减，地球科学天体物理经费砍。NASA 的运营未来3年减员12%，才花了数百亿的 SLS 火箭、猎户座飞船门户月球站准备淘汰。小提一嘴啊，取消的月球轨道空间站原定2027年完成组装，核心舱段上月刚从意大利运到美国，现在可以卖飞铁了。我还看到呢，这份提案打的旗号居然是希望聚焦于重返月球击败东大，并在火星上插上美国国旗。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还没完呢！21年拜登签署的基建投资150亿也取消，包括马斯克心心念念的电动车充电桩项目，国家科学基金会削减52亿美元，用于教育、交通、卫生等非国防支出大减23%，还有国务院、国税局等通通大砍。可能有人要问了，那有没有加的呢？有的兄弟，有的。作为 NASA 重中之重的登陆火星项目，大家猜猜加了多少？足足10亿美元呐！更重头戏的是，国防支出大涨13%，达到创纪录的1.01万亿美元。国土安全支出也增长了65%。不是，教育、科研、民生全缩水啊！加关税、征3项，苦一苦人民，省出来的钱全给军队。这他妈确定不是重振计时吗？我有一计啊，请川宝静听，要不把美国邮政全裁了，这必能节省巨额公帑啊！虽然教育科研基本砍光，股市债市人心惶惶，有事没事地图开疆啊，国计民生略有风霜。好在川老师手握杀手锏，关税。至于效果嘛，只能说远看河北采花，近看荷兰大妈。5月出席全球股东大会前，股神巴菲特明确表示，回答提问时将避谈政治和股票买卖。可惜老爷子自己没忍住，会上怒喷关税战，贸易不该成为武器，美国应寻求与全球贸易彼此做自己擅长的事儿。最后啊，老爷子继续补刀。我认为全球75亿人都不喜欢你，而你却向3亿人吹嘘成功时，这是个巨大错误。好吧，虽然没指名道姓啊，但这么说会不会太伤川宝了？伤你妈的头！为啥会这样呢？很简单，美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这没错，但成为最大消费市场的前提呢，是先得有商品呐。这就不得不提头号受害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4月29日，美国某3流媒体爆出一则小道消息，亚马逊计划在商品价格旁标注关税成本，相当于告诉消费者关税由美国人承担。这哪是打东大的屁股啊，这打的分明是川老爷的脸呐！消息一出，白宫新闻秘书立即火冒三丈，痛斥亚马逊这是敌对政治行为。这位逻辑鬼才呢，还来了招围剿就川。拜登将通胀提高到40年最高时，亚马逊为什么不这么做？像极了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指着同桌喊他也没及格。要说这题我会呀，因为伟大的川统领教导我们，关税啊是字典里最美丽的词汇，亚马逊不过是把它展示出来。随后亚马逊火速澄清啊，这只是个设想啊，只在子品牌部分商品上讨论过，从未获得批准。当天沃尔玛也主动回应，不会在官网标出商品成本明细。为啥白宫会如此草木皆兵呢？因为川老师啊，只需要发行政令加关税就好了，美国人民要想的就很多了。自4月9日对等关税生效后，据《华尔街日报》，本土亚马逊上的服装、家居、电子、玩具等多个品类近1000款热门商品，价格平均涨幅达29%。跨境电商平台如 Team、西音则在4月25日将美国区价格整体上调，同期英国区维持不变，甚至还贴心的横幅标注
注关税包含在支付价格内，毕竟啊，谁也不想当冤大头。紧接着4月底啊，耐克、阿迪、斯凯奇等76个品牌联名上书特朗普，称关税将对美国制鞋业构成生存威胁，请求川普啊放血一马。结果川皇还没出手，5月5号，全球第3大运动鞋零售商美国斯凯奇宣布退市，接受收购。原因很简单，老美鞋厂生产线都在亚洲呢。据美国鞋类零售协会 CEO 马特表示，自关税生效后，一双150美元的球鞋现在卖230美元。别急，还有啊！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分析，美国98%服装依赖进口，未来1年价格预计上涨65%，食品上涨4.5%，药品上涨约12.9%，机动车上涨12%。啥？你对这些没概念？路边摊8块的炒粉现在卖18，感受到了没？还有，美国97%的婴儿推车来自中国，这玩意儿从900美刀涨到1200。财长贝森特接受质询时被问得哑口无言。Do you support an exemption to tariffs on items that parents need to care for their kids? Because you all claim you're pro-family. Yes or no? Do you support an exemption to tariffs on items that parents need to care for their babies? 憋了半天呢，就整出句考虑对儿童出行必需品豁免关税啊，但你能全免吗？自4月以来啊，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美国汽车产业集团，甚至川普的宝贝能源集团，先后站出来向白宫施压，要求豁免相关关税。其实涨价还是小问题，因为加完关税后，美国人突然惊醒，原来商品真不是货架上涨的呀。还记得3月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10%抵消关税的沃尔玛吗？4月30日，沃尔玛上演惊天大变脸，通知部分中国供应商赶紧恢复发货呀！新关税成本将由美国客户承担，因为沃尔玛在美销售的产品有1/3依赖进口，中国和墨西哥是主要进口国。怎么说呢？你不能只在库存不足的时候才要求中国供货吧？众所周知啊，川老师对经济学的贡献就好比星辰我对图160轰炸机的贡献，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没有更好啊。5月2号，川普给本就物价飙涨的市场再添了一把柴，终结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介绍下，最初呢，这是为了方便游客带纪念品，刚开始呢，限额5美元。随着跨境电商兴起，小额包裹成为美国人全球购买便宜好物的通道。加上国会老爷认为对这些低价包裹征税可能还不够雇人喝茶的，不仅保留了2016年还将门槛提到800美元。但如今啊，这项原本为减政减负而生的制度被川普重新定义为关乎国家安全取消了。搞笑的是啊，其实2月呢，他就一拍脑门，就取消了一次，但没做任何准备。后果就是美国海关、邮政、物库分拣中心被海外包裹集体瘫痪，执行不到12小时紧急取消。据统计，每天有多达400万个小额包裹进入美国，取消免税就得全部人工查验，这成本和效率，大家可以大胆畅想下。更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美国海关被爆出人员短缺达5850人。且2028年将迎来退休潮，今年4月还刚被效率部要求裁员，图啥呢？图95啊！不过你不得不佩服川普的乐观精神，人丝毫不慌。 Great times are ahead. Look, since I came in, gasoline is down, groceries are down, egg prices are down, many things are down, just about everything. I took it from maybe $3.20, maybe more than that, down into a much lower number.When you have that kind of a drop,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inflation. 毕竟什么美元波动、市场涨价，我自个儿炒股赚麻了，这些有啥关系啊？至于经济这东西，只要你再苦一苦人民，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从竞选到执政，川普一如当年的网红总统一样，民众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具体到行动，谁要动？为了 make 制造业 great again， 川老师呢还向学生发出谆谆教诲。到工厂去，到车间去，到马嘎最需要的地方去。 Do not merely to use your talents for financial speculation, but to apply your great skills that you've learned and had to forging the steel and pouring the concrete of new American factories, plants, shipyards, and even cities which are going up all over our country. Don't just build a strong portfolio, build a very, very strong America, and you're going to do that.此处我有一点，上联物价涨，负担重，关税大棒，棒打普通民众；下联航天断，大学期，削减经费，废除科教根基。
5月12日，继卡塔尔王室大手一挥，免费赠送给特朗普一架价值4亿美元的豪华空中1号后，川普迎来双喜临门，与东大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建立磋商机制。翻译一下，川普打电话，东大有人接了。而在前往瑞士会谈前一天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被问到谁主动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But who made the first call? Like in a dating world, like who makes the first call here today? There are lots of calls, Laura, is that there isn't a first call. There are a lot of contact points over time. 至此啊，特朗普宣称的所谓美国解放日，并为此折腾1个多月的关税战，一夜拉回解放前。我先叠个甲，按川老师租充电宝都够呛的信用分，这事儿应该不会那么顺利啊。现在呢，美国的牌无非孤立中国，但3年过去了，你连孤立毛子都没成，更不说逮谁咬谁，搞得日韩都敢开条件了。至于逼迫产业链离开，成天喊着离开中国的苹果供应链，转进印度，除了送钱，连最简单的组装还得找中国进口。再说你还能去哪儿呢？砸钱回美国？好，美积电、富士康已经证明啊，干成这事的前提是川普再当10年。人民主党议员现在已经放话了，当我们重新掌权后，不会善待那些讨好特朗普、助长威权主义的外国领导人。而中国呢，相比于2018年，如今的我们有了更多底气。当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承担关税成本时，不仅有官方下场，同时也有中国制造商说不。当苹果 CEO 包机抢运 iPhone 上演关税大逃亡之际，当美国消费者在 TikTok 狂喷购物车价格一天一变之时，我们除了吃瓜累够呛外，大部分商品基本稳定，这就是最大工业国的硬实力。当然了，出口冲击不可避免，但自2018年以来，东大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从 19.2% 降至2024年的 14.7%。用 BBC 的话说，美国市场对中国依然重要，但没以前重要，正变得更不重要。更不用说中国卖家还具备多年的贴牌、换标签、洗产地等应对关税战的游击经验。教员曾经说过呀，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最后引用一句中国学者高志凯4月在英国第4频道节目中的发言共勉。China has been here for 5,000 years. Most of the time, there was no United States, and we survived. And we expect to survive for another 5,000 years.